上次的视频向大家介绍了微信如何换区变为 WeChat， 很多小伙伴通过我的教程已经顺利换区成功。有很多小伙伴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提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换区如果不成功要怎么样才能解决，换区完成之后自己绑定的银行卡还有钱包的余额能不能正常使用，为什么我换区成功之后没有 WeChat Out 这个功能，甚至有小伙伴问我换区了之后能不能在微信群里面聊敏感的话题。今天就做一个简短的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那我们开始吧。首先是关于换区的问题，和大家说明一下，我微信换绑的是美国的手机号码，操作换区的时候建议大家挂全局代理来进行操作。如果你想使用香港的手机号码换区到香港的 WeChat，那么就挂全局的香港代理。如果你想使用美国的手机号码来换到美区，那么就挂美国的全局代理。有很多小伙伴反馈自己第一次没有挂代理，显示不能够换区，但是第二次用了全局代理就会成功。如果你在第一次失败的时候，可以尝试挂全局代理这个方法来解决。还有小伙伴问，更换了 WeChat 之后，我们使用的微信还需要开代理吗？答案是不需要开代理就可以正常的使用。所有的功能都是正常的，没有网络上的任何问题。另外有小伙伴说换绑之后感觉信息推送有延迟，我自己使用的是 iPhone， 换成 WeChat 之后并没有感觉信息推送有延迟。其他小伙伴如果有延迟的话，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分享一下自己遇到的问题。还有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换区之后微信的健康码还能继续使用吗？答案是可以使用的。我自己之前一直使用的是支付宝的健康码，从来没有开过微信的健康码。我在换区成功之后，我自己为了测试去开通了一下微信的健康码，是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所以这点大家不用担心。另外行程码也可以正常使用。关于换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网络上有小伙伴分享，如果大陆的微信换区到境外的其他地区，比如美国，成功之后是还可以再次切换为大陆微信，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微信就会永久变成大陆版的，无法再切换为境外的 WeChat。 下面是关于换区成功之后支付和钱包的问题。首先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换区成功之后钱包会发生什么变化吗？可以肯定的是，换区之前不需要解绑所有的境内银行卡，换区之后微信钱包里的余额和已经绑定的银行卡是完全不受影响的，都是可以正常使用。那么更改成 WeChat 之后还能绑定中国的银行卡吗？如果能，充值进去的是人民币还是美元？我自己去实际测试了一下，用钱包绑定我一张兴业银行的信用卡，显示是可以绑定成功的，和之前的微信绑定流程并没有任何的区别。零钱充值目前也是只能充值人民币，没有办法充值美元，但是有换区香港的小伙伴反馈，钱包会多出一个港币的账户，也就是说香港的微信同时有港币和人民币两个账户。我目前是换区到美国，并没有出现美元的账户。下面是关于 CallKit 的问题，有小伙伴问，我已经更换了境外的手机号码，但是为什么没有激活 CallKit 的功能呢？首先 CallKit 是苹果手机的专用功能，安卓手机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换区成功之后 CallKit 一般都是实时可以开通使用的，但是有个别情况是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如果超过10个工作日还没有开通成功，就需要确认一下自己苹果手机的系统版本是不是支持 CallKit。 一般只要是最新版的系统都是支持的。接下来是 WeChat Out 的问题，有小伙伴转移之后发现自己的微信并没有出现 WeChat Out 的功能，主要原因是如果你更换的手机号码地区是台湾，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另外欧洲除了意大利之外的国家都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如果你想使用 WeChat Out 打电话，就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号码的国家。下一个问题，如果使用 WeChat Out 打电话的时候需要使用代理吗？还是大陆直接拨打就可以了？答案是直接拨打就可以了，不需要挂任何的代理。这个功能强烈推荐有拨打国际长途的小伙伴使用，资费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而且通话质量也是非常的优秀，和运营商的电话并没有任何区别。另外 WeChat Out 怎么充值？如果是苹果手机，只能通过 App Store 内购充值，无论是中国大陆的苹果商店还是美国的苹果商店都是可以充值的。如果苹果商店没有绑定银行卡，
可以在淘宝上购买苹果礼品卡，先把礼品卡充值到商店里面，然后就可以用商店的余额来给 WeChat Auto 充值了。另外，有使用安卓手机的小伙伴反馈，只有在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的 WeChat 才可以充值，而且必须要用谷歌商店里面绑定的银行卡来付款。最后是关于安全的问题，如果我已经切换到了微信的 WeChat 服务器，也切换到了新加坡，那么我是否还会受到国内的网络审查？有新加坡的小伙伴分享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你的聊天对象是大陆的微信用户，那么你的聊天记录会受到大陆审查机构的审查。如果你的聊天记录同样也是新加坡的用户，那么就不会受到大陆的审查。也有小伙伴说，审查肯定是会审查的，但是换区后有个变化是，在微信里面打开一些敏感的链接会提示被举报，而不会显示，但是 WeChat 并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可以正常显示一些敏感的链接。其实我对于换区的一个看法是，大家不要对数据完全安全抱有太大的希望，也更不要以身试法，在群聊里面肆无忌惮地畅聊各种敏感话题。其实换区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是能够解锁微信在大陆被隐藏的2个功能，使用 CallKit 可以让我们更加方便地接听微信语音， WeChat Auto 可以让我们以很低的资费拨打国际电话。我觉得能够使用这2个功能，我换区的目的就达到了。其实互联网并没有什么隐私，尤其是大陆的各种通讯聊天工具。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大家最关心的几个微信换区的问题。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想要补充，欢迎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出更多的视频，帮到更多的人。那我们下期再见。